这个单元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后现代取向治疗。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想要为大家介绍2个主要的后现代取向的治疗。那么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社会建构论。后现代的取向认为现代主义相信客观的事实的存在，但是后现代的主义论者认为真实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认为真实是存在个人的身上，当事人个人的真理是值得尊重的，而且不能去评断它的正确性，或者是必然一定要用是否理性或者合理的角度来做评量。认为真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被人类使用的语言所表达而决定。当一个人把自我定义为忧郁的时候，那他才是忧郁的，也就是别人对他的定义并不一定是绝对性的。治疗者呢，通常在过程当中被视为是当事人个案的合作伙伴或者是咨询者的这样子的定位角色。在咨商关系当中，当事人才是最了解自己的人。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主要人物是 Steve Schanzer， 那么他是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开创者，曾经担任 Milwaukee 短期家庭治疗中心的主任，也是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发源地。他个人呢是非常喜欢棒球，也是个美食家，兴趣是阅读德文或法文的哲学书籍，也喜欢听爵士乐。他演奏过许多的乐器，可以说是一个很专业的音乐家。年轻的时候呢，也曾经以吹萨克斯风为生，写了很多的书籍，包括解决短期治疗的关键、促成改变的心理治疗等等。那么焦点解决短期治疗是一个不谈过去，只重视现在和未来的治疗，把焦点放在可能发生的事情上面的短期治疗取向。治疗当中，当事人的过去的经历跟问题可能并没有那么被重视，我们认为当事人只需要选择他希望在治疗当中达到的目标。治疗者的角色呢，就是帮助当事人找到他已经有的能力，并且教导他如何将这样的能力实际运用在解决目前的问题。焦点解决的治疗师对于过去发生的问题虽然不感到兴趣，但是他认为行为的改变对于改善人的生活最是重要的。要解决问题，并不需要知道问题发生的原因，问题的原因和它的解答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关系，而获得问题的讯息也不会促成改变的发生。如果了解问题本身并不重要，那么找到正确的方法才是重要的。所以如果问题不重要，那么正确的方法有的时候也看起来也没有一定必然。焦点解决的治疗是一种正向的治疗，基于乐观的观点，认为人是健康的，并且有能力适当的去建构解决的方法，提升他们的生活。潜在的假设是，虽然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失去方向感跟觉察力，但是我们都有能力去解决生命中的挑战。无论是当事人是用什么样的面貌进入到治疗当中，焦点解决的治疗师都相信当事人有能力。治疗师的角色就是帮助当事人找到他已经有的能力，并且应用在解决问题上面。焦点治疗通常协助当事人把注意力放在和问题模式不相容的事件上面，或者是所谓的成功的时刻上面，
当我们帮助当事人找到他们曾经做过的有用的方法，并且运用这些方法和知识来帮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当中解决问题。一旦我们知道做什么是有效的，那么就多做一些。如果一件事是无效的，那么就鼓励当事人做别的事。短期焦点解决治疗，平均的治疗长度是3到8次，最常见的次数只有1次。短期治疗的目标是帮助当事人有效地解决问题，尽快地往前走。一些短期治疗的特性包括快速建立治疗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呢，是有一个明确可以达成的治疗目标。第三呢，是强调当事人的优点、长处以及适应的能力。再来呢，就是预期改变可能是真实会发生的，而且很快就会有改变。在这个治疗当中，非常重视时效，包含做好每一次的治疗以及尽快的结案。基本的假设是认为来寻求治疗的人都有一定的能力，以问题为焦点的思考会让人们无法找出好方法来处理问题。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未来和找寻问题的解决方案上面，那么每一个问题可能都有更大的机会来找出好的处理方式。当然，每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可能都有例外，这些例外会创造出解决的问题的可能性。当事人常常只表现出一部分的自己，因此邀请当事人去检视他们所展现的另外一些生命的经验，变成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认为没有问题会持续不变，我们要关注的是朝正向的改变。小的改变会慢慢变成大的改变。当事人想改变，有能力改变，并且努力让改变发生。治疗者应该以合作的立场和当事人一起来找寻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每一个方法也都是独特的，所以没有所谓适用于所有人的正确解决方法。